光明不灭，昊天永存。隆庆拜见光明大神官。上教坐看裁决肃清光明，而坐之不理，直到事情败露才出手相助，而对裁决的惩治却无关痛痒，这不公平。隆庆定要救出光明大神官，否则世间将再无光明。 徒劳！隆庆无脑，修为有限，恳请光明大神官收隆庆为徒。隆庆定当以后全心侍奉光明。你以为侍奉你为光明之子，你就真的是光明之子了？心有羁绊，自困樊笼，难堪大任。 多谢大神官指教。桑桑，少爷我今天喝醉了，可能不回来睡了。你记得把鸡汤喝了啊。宁缺，你酒醒了，简大家等你呢，快点啊！宁缺到了。简大家，我的这些童装呢？他们都走了，就你留下了。你这孩子能不能有点出息呀？书院那么好的地方，你就应该好好珍惜学习机会。小草，去给他泡壶醒酒茶。是。 书院本是创造奇迹的地方，如果你自己都认为奇迹不可能发生，那谁也帮不了你。我敢问你一个问题：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非亲非故，我管的也太宽了？不是，见到您，我觉得很亲切，如同见到亲人一般。
你应该不是楚由贤等这等有钱的公子哥，更和司徒依兰、楚中天这些世家子弟不能比。你没有资格玩，懂吗？我懂。我知道他们跟我亲近只是觉得好玩，他们暂时还保存了一些好奇心。这种义气，并不见得是恶意，但也不是绝对的尊重。看来你不笨。如果你想和他们成为真正的朋友，那你就必须拥有一些值得他们尊重的能力与气度。这是金线兰花露，尝尝，润润嗓子，清醒清醒。多谢简大家。以后来楼子里散心可以，次数不必过频，酒更不可多喝。洪秀昭再高雅，也是风月之地。流连勾栏青楼，在读书人眼里是低贱的。一辈子眠宿在花柳巷中，就算腹中高才过人，也会被人看不起。我没有看不起别人，但至于别人如何看我，我管不着。如果我真有如日中天的那一天，我一定日日来，天天来，不为别的，而是因为，当年我还是个无名之辈的时候，简大家曾经对我有过教导之恩。曾经那位故人，他和你一样，说会天天来，日日来，甚至说要将这里当成自己的家。可惜呀，后来连书院也没能留住他。简大家的那位故人是书院弟子，他不仅仅是书院弟子，更是书院迄今为止除夫子外最大的传奇。好了，不说了。唐国重才，只要你有才，是人才，无论你是在楼上还是楼下，楼内还是楼外，是边关少年还是都城贵胄，帝国都不会埋没你。小草，车备好了吗？回禀简大家，早就准备好了。让管事送他回去吧。是。我要和水珠姐姐打声招呼。水珠儿这会儿有贵客，今晚不便，改日吧。你早点回家休息，明日还要回书院上课。多谢简大家。宁公子，走吧。我陪您喝酒呀。自斟自饮方为妙。那您老还让我陪着，这叫羞涩可餐呐！有你这样的美人相伴，连下酒菜都不用了。听，别动！干嘛？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快，别耽搁时间，去研墨。哎呀，快！少爷，水烧好了，快来洗澡吧。来了。哎，桑桑，你已经是大孩子了，以后别再跟我一起洗澡了。
那你洗吧。哎，少爷，你让我打听的那个灵狐小筑，我找到了。你真行。明天就去，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。哎，少爷，我给你搓搓背吧。没事儿，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啊。这么多年一直是桑桑给少爷搓背，怎么忽然就不要了？是少爷嫌弃我了吗？看看，怎么样？有几分像了？您老已经问了一晚上了，10分，10分相像。这种笔法呀，就连我都没见过，真是。可是这个下笔这个人呢，他的体内似乎并没有任何元气波动，但是笔意充沛。尤其结尾啊，这个“鸡汤”2字啊，简直是神来之笔呀！我听简大家说，您老在昊天南门辈分极高，说您阅尽天下名帖也不为过。求求您了，让我睡一会儿吧。哎呦，好。身为神符师啊，我们起笔成风雨，落笔惊鬼神呢。我来到都城，在唐国一待就几十年了，都记不得来时路了。那我可得说句公道话，您老是性情中人，每次来我这里都是给足了银两，却又坐怀不乱。若真是回到了西陵，那还不得抢掌教的饭碗呀？这小嘴真是太甜了。我怎么觉得您临摹了一晚上这帖子？怎么满屋子都是这鸡汤味儿啊？你这小嘴不难听，而且说到我心里去了。好一个鸡汤！这帖子就叫鸡汤帖。你看看，男人在外边工作辛苦，他还没忘记叮咛在家里的妻子喝鸡汤。这对夫妻一定非常的恩爱呀。桑桑不是宁缺的妻子，她只是宁缺的小侍女。什么？他叫宁缺，宁缺毋滥的宁缺。哎呀，这个名字真是有意思了，宁缺。还有谁参与此案？严肃清，他把林将军的手指头切下来，在伪造的信函上按了手印儿。客官，喝什么茶？苦丁茶。
师伯，已经跟吕清晨大师确认过了，那个叫应阙的书生确实是无法修行。真是可惜可叹哉！强而行是世界很危险的事。你的身体不适合修行，虽然毅力惊人，甚至找到了某种方法，但你终究无法迈进那扇门。我已经观察你很久了，你虽然成为第一个可以走下救赎楼的学生，但是放弃吧。多谢教习提醒，容我再想想办法。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我知道，在你眼中，我就是一根吹不响的箫。不过学生还想再试试。吴山阳论浩然剑。浩然剑，笔墨如剑，直刺心胸。我感觉身体里有座山，却在沉默。今日，我偶然看了一本《吴山阳论浩然剑》，竟能催动天地间浩然之气。竟然有人可修为至此。而我，气海雪山一窍不通，都是父母所生。昊天老爷可真是不公平啊！昊天老爷可真是不公平啊！这世上哪有公平这种东西？昊天老爷就像是雪山上的阳光那般，永远只会怜惜云层之上的莲花，而懒怠去看一眼山脚下石头缝里的小草。比如我这个世间独一无二的天才，就是那朵莲花，而你就是一个体内诸窍不通、无法修行的可怜小草。所以你这棵小草，现在要做的不是怀疑这一切，而是接受这一切。你永字八法拆字，用这种蠢法子观书忘义，想必观吴山阳论浩然剑时已伤及心肺。我且来问你，心肺之伤如何治疗？休说前草怎能猛药会武，我只问你，艾片艾蒿如何煎服？急滚压火，白芷白果如何处理？碾粉还是切片？红糖红参多少剂量？如何相混？青果青蒿何时补剂？你马上给我回答！还想难倒我呀？让我先给你出道题吧。
伟大的天才，昊天的光辉洒遍世间，就如同牧牛人一般，慈爱地关注着所有生灵。如果你真认为自己有几分聪明，可以尝试计算一下昊天牧养的牛群数量，如何？牛群？牛群聚集在大唐帝国北方的渭城市集，分成4群穿过城门，去蛮人的草原上悠闲地吃草。第1群像乳汁一样洁白，第2群闪耀着乌黑的光泽，第3群棕黄，第4群毛色花俏。每群牛有公有母，有多有少。先告诉你各群的公牛比例，白牛数等于棕牛数再加上黑牛数的1/3又1/2。此外，黑牛数为花牛数的1/4加1/5再加上全部棕牛。当棕色公牛和花色公牛在一起，形成一个三角形，没有牛敢往里闯。三角形？请你马上说出牛群的数量。另外补充一句，这道题我可真的认真算过。他算过。公牛、母牛、花牛、棕牛，1/3、1/2，不对，三角形，公牛、母牛、花牛，没了。1/2、1/3、1/4，怎么会有三角形？他能算出来，我也能。昊天养这么多牛，整个唐国也放不下呀！哎，什么呀？昊天什么时候改养牛了？这道题实在是太难了，我解了一天，还是解不出来。我可是个天才。哎呀，哪儿来这么个怪物？居然出了这么一道破题，难为了本殿才1整天的时间呢。三子啊，我最近在书院认识一很好玩的家伙。少爷，好玩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是你的同窗吗？男的女的？没见过，不过我猜他应该是个男的。不对，不是，他肯定是个男的，而且是一个可怜的，在女人身上还吃过不少亏的可怜猥琐男的。可怜又猥琐，那我知道是谁了。谁啊？就是你啊！过来，少爷腿。平时让你多读点书。可怜是经历，猥琐是气质。那他是不是长得很难看？不是跟你说我没见过他了吗？对了，这有几味药，你明天去药局抓药的时候，千万别让人看见了，回来自己捡。为什么不能让别人看见？我猜他呀，肯定是书院2层楼的学生，而这药方吧，肯定是书院2层楼的精密药方，所以咱们占了这么大一便宜，不能让外人知道。那这药方能强身健体吗？可能行吧。那我以后是不是不用给你按腿？想得美，接着，快点儿。好吧，本天才承认我解不出你那道混账问题，但我也不相信你能够解出来，否则我会认为你在耍无赖。想知道这道题的答案吗？基于我也答不出你那套尖调题，所以这场比试我们算打平了。如果你不服气，以后我们还可以继续。无名兄，能不能有什么法子，能使论浩然剑中所在之浩然剑法的剑意柔顺一些？废柴！
能柔顺那还叫什么建议？你快告诉我牛群的答案，你都快把我逼疯了。起码呀，有5,911,817,5786只牛。唉，真的没有什么其他办法通窍吗？我还是不相信昊天老爷会对我这个天才如此不公平。但我听说魔宗他们用的路子完全不相同。魔宗并非求诸于天地之息而相呼应，而是将天地之息强纳入体内。如果体内无窍，用这种路数，能不能让我踏上修行道？你居然敢提魔宗？好吧，我承认你比本天才的算术好那么一点点。可是关于魔宗的事情，我也要警告你，在书院还好，若是在外间，你提都不要提这2个字，否则你会被那些天下正道的强者追杀得很惨，很惨。但是我还是要笑眯眯地告诉你，就算是魔宗强纳天地于体内，也需要诸窍接通，如此方能让天地之息贯通于体内。太令人遗憾了，我还以为能走其他路呢。你能想到用永字8法解字，还真是个剑走偏锋的家伙。我还真担心你着急了去修魔道。不过你也不用感到遗憾，你应该感到庆幸。如果你真的坠入魔道，也许我会不得不把你劈成3段。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不过不得不说，我很失望。你说咱们俩也算笔友了吧？为什么你从来都不问我是谁？难道你对我就一点不好奇？难道你就没有觉得认识我是一场很大的机缘吗？我对别人的事儿向来都不怎么好奇。另外，你也没问过我是谁啊？好吧，你是谁？来自哪里？在书院几舍？家中可有漂亮姐妹？我叫宁缺，来自渭城，书院丙舍，家中只有个小黑炭侍女。小黑炭侍女？你又是谁啊？来自哪里？家中可已有悍妻猛妾？悍妻猛妾？所以你们才如此憎恨女人。我叫陈皮皮，来自西陵，然后没有了。我听说5年前，有个西陵考生拿了6科甲上，全书院教习都跑出来围观，因为那是100年以来最好的成绩。那人就是你吧？正是本天才。怎么样？现在是不是对我油然而生一种敬畏、崇拜之情？我考了3科甲上，2科丁墨，1科弃考，据说也是书院100年以来独一无二的成绩。既然如此，我凭什么敬仰你呀？算你狠！我暂时承认你与本天才有平等对话的资格。你是西陵人，为什么要跑来唐国读书？我出生在一个西陵大家族，家族家业大到你无法想象。你知道，像我这种天才，一生下来就注定要继承家产。但问题在于我不想，所以我就偷偷溜了出来。原来是离家出走啊！既然如此，你家中长辈不四处寻你？家中长辈，他虽然猜到我在这里，但基于某些原因，他不能来书院。别怕，他只不过是只畜生。客官，
请入座。所谓茶道，就是用繁复的流程来强化某种仪式，从而产生庄严感。很多人一定都以为，我平时饮茶，必然焚香沐浴，祭拜昊天良久，然后还洗杯盏，再沉默地把玩一番。其实不然，我这辈子最喜欢的，还是抱着大茶壶喝茶，大概是在军中养成了习惯。15年前，我是军部的文书鉴定师。你的手是一双经常握刀的手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你应该还有一把朴刀吧？考入书院前，我在渭城从军，刀不离手。黎明的时候，你带着他来找我吧。此话当真？张一奇暴毙街头，东城铁匠陈子贤割喉自尽，旁人看不出来，我却是深知其背后的意义。自打你走进灵湖小筑的那一刻起，我便已经感知到了。看来你这个人直觉很好。我不仅直觉很强，而且还很直接，不像其他人那样躲躲闪闪。我还可以很直接地告诉你，身为前军部文书鉴定师，不仅擅长茶道，更擅长印章鉴徽之术。当年宣威将军的3封叛国书信，便是我亲手所作。这3封是燕王写给你的密信，就是物证。哼，物证，请亲王亲自检查。然而，我并没有因此受到重用，最终还辞去了军部官职，在西城，开了这么一家茶艺馆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么多？无论贫富贵贱，人总要吃饭的。光天化日之下，若是你死在了这里，叫我日后还怎么开门做生意？况且，你还是书院弟子。不过，事情总是要有一个了断。有时，你再来这里找我吧。告辞。茶钱，到时候一起付吧。
从迈进这间茶店的第一刻，我就感受到了强烈的威压。他应该是个大修行者。严肃清，他应该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。什么绝对的光明？有光的是我黑暗中的眼睛，神附过着我。弟弟，快跑！哥！以太子崇明为质，表我燕国求和之事。父皇，父皇，我要去救哥哥。你先去西陵，将来要去唐国，考进书院，成为夫子的亲传弟子。你要用心跟他们学，接近他们，然后把他们全部毁灭。燕国就你能做到，你是父王唯一的希望。孩儿明白了。不在西陵好好待着，怎么突然间回来了？儿臣参见父王。起来，让父王好好看看你。父王，近来身体可好？老了，你回来一定有话跟我说吧。儿臣在西陵见到了光明大神官，也表明了心意，但是被大神官拒绝了。他说的话，儿臣需要好好想一想。没什么好想的了。他拒绝你，定会说你不够资格，你不必因此怀疑自己。桃山三司唯有光明大神官这一位名存实亡，魏光明被关在幽阁15年。但是呢，光明殿的传承需要上代神官的认可和选择。这个时候他不选，未必是你不好，而是他不想失去这个头衔。毕竟，如果他不是光明大神官，那就是幽阁里一个普通的老头。不，他老人家永远不会是个普通人。在西陵，他是最光明的存在，甚至连掌教都忍让着他。纵然他在桃山无人匹敌，但他仍然不是世间最强之人。父王是说，夫子。书院。不错，书院才是唐国如此强大的依靠。不管为了燕国还是自己，你都要成为夫子的学生。如今书院2层楼开考在即，我想把你的哥哥召回来，由你前往唐国，去考书院，去成为夫子的亲传弟子。是父王。
少爷，不会是有陷阱吧？不管是不是陷阱，你都要去。少爷，不管下不下雨，你都把伞带上。你挺准时的嘛。我在等水烧开。我不明白。不明白什么？不明白为什么你，张一奇、陈子贤会做出那样的事情。为了权力，为了金钱，为了光明，各有各的缘由，各有各的借口。我有一点不明白的是，你明明可以躲得远远的，为什么还要回来？我这个人好奇心比较强，总想弄明白一些事情。好奇心比命更重要吗？将军府上百口人，燕塘边境小村里的无辜村民，难道就天生该死吗？年轻人，你忘记了一件事，这是昊天的世界，昊天要你死，你便活不得。其实我一直觉得，昊天也不会让好人白死。你说的对。除了你，张一奇、陈子贤、夏侯，参与此事的还有谁？反正你也是快死的人，告诉你也无妨。主理当年林光远那个案子的，正是当朝天子的玉帝。亲王，好了，你的好奇心已经全部的满足了，那就带着你所知道的一切去死吧！他居然是个大念神。
书院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弟子？太弱了，竟然不能修行。虽然你接连躲过14剑，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，就算伤口很小，血流得很慢，但是流久了，你也是会死的。没有杀死你之前，我发誓，我绝不死。因为有些事情我还不清楚。告诉我，除了秦王，还有谁？既然你这么执着，那我就告诉你，这案子需要铁证。这3封是燕王写给你的密信。看来幕后真凶，果真来自西陵。就算你找到亲王殿下，甚至把你的冤情告诉圣天子，也无济于事，因为你本来就不该活着。你是个不祥之人。该说的都说了，你就安心上路吧。所以说，你父王让你接替你哥哥去唐国，是为了考上书院。正是。隆庆皇子，
若你能成为夫子的弟子，他日学成归来之日，便是你成为光明大神官之时。说来惭愧，光明大神官未必会觉得我能够胜任。到时候，你只要拿到书院的那份名头，掌教自然会让那个老头闭嘴。龙庆，普天之下，知命境内，无人是你的对手。所以，此次去书院考试，你的优势很大，定当好好把握。那么，我一定要考上书院了。我愿意亲自送隆庆皇子去唐国，祝皇子旗开得胜。多谢承圣官。变强了。冥王之子，他在哪？
大神官，我要去唐国。离开西陵，你必死。15年前，我光明圣典没落，大神官被囚幽阁，我光明圣典追随大神官的人早就死了。魏光明妖言惑众，即日起打入幽阁。张教，哼！明王之子已死，我魏光明甘愿接受惩罚，进入幽阁。光明不灭，昊天永存。光明不灭，昊天永存。师父。此行唐国，我必还光明圣殿一个公道。真能除掉明王之死？这个办好，好。
哎，大人，好茶。本官在都城待了这么多年了，都不知道有这么清静的地方。看来我现在变得太随性了。你说，死者身份已经查明了，叫严肃清，是前军部的文书鉴定师。前军部文书鉴定师，又是一位前朝廷的官员。都城的治安竟如此不堪呢？若是陛下问责起来，本官该如何解释？田英啊，你是有20几年经验的捕快了，你怎么看？属下办事不力，我等原本还循着一些踪迹，可还是让凶徒跑了。灵湖小镇的周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，不过朱雀大街的侧巷里，我发现了这个东西。这件衣服是蓝绣坊的成衣，也就是说，放眼整个都城，就只有书院的弟子才会穿着。难道凶徒是书院弟子？单凭一件儒服就认定是书院弟子，属下万万不敢。不过大人，请看这里。这个人去过东城铁匠铺，也见过那个自杀的铁匠。大人的意思是，陈子贤并非死于自杀。让朱雀动怒的，是你，还是那把大黑伞？师兄，师兄，朱雀醒了。醒便醒了，师弟何必自扰啊？今天早晨，一个叫严肃清的茶师被杀。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西陵的客卿。朱雀苏醒，严肃清被杀。关键是，他死之前预见破了这个凶徒的外衣，但是这个凶徒却没有流血。朱雀因怒偶醒，明天地之息为无名之火，此火足以焚化万物。说不定啊，那凶徒啊被烧成灰烬了。师兄的解释未免有些牵强附会啊！纵使你我二人全力示威，也未必能让这朱雀苏醒。他即便是醒了，也懒得睁眼。能让朱雀苏醒又动怒的，这世上能有几个人？圣人留下来的神物，动静之间自有真意，岂是你我这种凡夫俗子所能体悟的？师兄，师弟啊，切莫因一己之私，私亏天地。捍卫昊天正道，是你我的职责。私亏天地呀，师弟，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。我宁愿自折寿数，也要看看这个凶徒究竟是谁。说来还真是好奇，一个没有任何修行潜质的少年，为何身上藏着这么多连我都看不透的秘密？由于承诺，
我不能出手救你，不然我还真想看看你活过来会变成什么模样。我会替你请假，同时希望昊天能够降幸于你，让你活下来。如果这次你无法活下来，也不要怪我见死不救，只怪你出现的早了1、2年。我绝不能让他在我的眼皮子底下随意的杀人。师兄，请师兄务必相助，我一定要知道这件事究竟会有怎样的变数。这就是你所说的变数，他要死了。书院什么时候来了个比那家伙还要拼命的家伙？宁缺，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居然还没死。还没死，不代表不会死。你这个废柴，还说多少废话？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你就应该安安静静等死，最好能死远点。见死不救，还说自己是天才。天才和废柴有关系吗？滚！有多远滚多远。我这条命都靠你了。哎，宁缺，哎，你这一言也不说一句，就这么晕过去了。你是看本天才老实，欺负我必须把你救活是吧？原来师兄也早就知道。就这么把自己交给我，真不够意思。本天才先把你穴道封住，让你多活一会儿。且让本天才想想，
怎么救活你这条破命？哎，怎么这么急啊？是啊。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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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呢？不要在此喧哗！少爷，你怎么了？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呀！我是桑桑。哎，现在可不是情真意切的时候，先救人。我去找大夫。回来！就算你把皇宫的太医请来，你也救不了他。少爷，少爷！你别哭，他还没死呢。哦，他还没死呢。过来。他这外伤还好，只是被修行者的剑刺破，问题不大。只是这胸腹间有一股阴寒之气，怎么会触动我的道心？不对，是一道灼烈之气。到底是阴寒还是灼烈？别闹，我再看看。应该是一道灼烈的能量侵入了这个小子的体内，融化摧毁了他的气海雪山。不对呀，气海雪山摧毁了，他应该第一时间就死了呀。少爷！哎呀，别哭了，他还没死呢。没死。好像是有一道绝对阴寒之气进入了这家伙体内，在气海雪山融化摧毁之时，又重新凝起了另一座气海雪山。这是何等玄妙高远的手段！恐怕传言中的昊天神辉也不过如此了吧？到底是哪个家伙在你身体里面做了手脚？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你能不能救我们家少爷？我没有什么是本天才做不到的。那你快点动手呀！要不然我去弄点药来。药？这世上只有一种药能够救你家少爷。什么药？恐怕只有在不可知之地，被元气滋养了1000年的奇花异果能够救他，否则想救这家伙，根本没戏。不管什么奇花异果，只要能救我们家少爷，我都去买。我们家有银子，求求你了，胖神仙，救救我们家少爷吧！求求你！求求你！哎，过来帮我一把。这是什么？通天丸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也并非天生的天才，只是那一年，我爹逼我吃了一粒通天丸。这玩意儿本来就罕见，制作方法又复杂，罐里也只有3粒儿，我吃了1粒儿，
我当时走的时候，想着以后能够保命，又偷偷拿走一粒儿。我这么一粒儿通天丸，我带身上那么久了，就给他吃了。就这么一颗小药丸，能管用吗？这可是通天丸，虽说吃了它不一定能够直通昊天，但普通人吃了，至少可以增寿数年。修行者吃了它，可以直接跨境。这个要是给那个魔宗唐火腿，说不定他可以心甘情愿地归附西陵。这要是让大和国国君吃了，说不定可以换成百上千个处女。就给他吃了，给不给？哎，燕啊！燕子，他把我通天丸给咽了。师兄，又有了变数。现如今，他还活着。你总算醒了。少爷，嫂子，是你救了我。准确的来说，是我的通天丸救了你。你这病，若让寻常大夫看，早就让你直接躺棺材了。不过对于本天才来说，也就是轻轻挥一挥衣袖的事情。你是怎么找来的？伞呢？放心吧，伞在，人在。少爷，你可把我吓坏了。我们家少爷欠你条命，不，是我欠你条命。若将来有机会，嫂嫂定以命相抵。宁缺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她是我家小侍女，叫桑桑。哦，小黑炭侍女，我记住了。你欠我一条命，以后记得还我。宁缺，你这伤怎么弄的呀？
可以不说吗？不说算了。你身上有这么多伤口，伤口又被无形之火烧凝，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没有回家，而是驾着马车来到书院，这说明当时风声很紧，你没办法。你料到官府再大胆，也不敢劫书院的马车，更没胆来书院搜人。嫂子，回家帮我拿件衣裳，顺便找了马车。是，少爷。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了。昨天晚上，城里死了一个剑师，长街上的朱雀会象醒。你身上受了这么多处剑伤，却没有流一滴血，伤口又被无形之火烧凝，那就只说明一件事情：昨天晚上杀死那个剑师的人是你，令朱雀大动无名之火的人也是你。可是我始终想不明白的是，做到这一切的人不是一个修行者，而是一个普通人。陈皮皮，你是个天才，佩服，佩服。大人，廷大人求见。请。启禀大人，严肃清的死有了新的发现。说，他死前曾见过一名叫宁缺的书院弟子。那个叫宁缺的有个小侍女，叫做桑桑，就住在东城林47巷的老笔斋。他们主仆二人还经常去往洪秀昭。盯住这个小侍女，看他们有什么异常。是。行。悄悄的。属下明白。我费了吃奶的劲儿，才把你从冥界拉回来，我也不能把你送官呀。我只是要证明，没有什么事儿能瞒得过本天才。你让我亮亮我的本事。你陈皮皮根本就不是什么家族继承人，而是西陵选定的继承人。不知道你儿时那位师尊是西陵掌教，还是那位大神官？可是我始终搞不明白的是，被西陵寄予厚望、隔代指定的继承人，被书院收留的绝世天才，怎么会这么胖？你休得无礼，否则我一掌拍死你！不要把那些小聪明在本天才面前嘚瑟。你杀过人吗？总杀过鸡，对吧？想来无心在路上踩死几只蚂蚁之外，你这双白白嫩嫩的小胖手，连点血腥都没沾过。那就不要学人用生死这种东西威胁人，没什么力度，反而徒惹发笑。还有，我的事情，别到外面别人说。你给我滚回旧书楼去！你别跟别人说你来过我这儿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你干嘛？困了，睡会儿。你无赖你！怎么把通天丸给你吃？
陈家，你在我心里是这世界上最美的花。那殿下，便是承载着鲜花的大地。我会想你的。我也会想你的。此次唐国之行，相信殿下一定会成功。谢谢你，陈家。道痴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们扰了我看书，而且此处也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。道痴姑娘，这整个桃山，何处是我与陈家不该来的地方？此处是西陵的不可知之地，若无邀请，你这辈子也是无法进入的。道痴，就算你自幼在西陵不可知之地只手贯学习，也不该如此傲慢无礼。我若就是如此傲慢无礼，你能怎样？请道痴自重。心有羁绊，自困樊笼，道心蒙尘，难堪大任。陆沉家，天下三痴中，你连书痴莫珊珊都不如，还想在我面前拔剑吗？他早已强大到知命境，却刻意不去破境。公主，此次刘皇子久病不愈，天书处一直在传，是被公主所克。但陛下已经将此事压了下来，宫中已无人再敢议论。但这件事儿竟然传到了民间，还真是煞费苦心。公主放心，只要我华山月在，当年逼迫公主远嫁之事断不会再发生。好你个小瘤子，自己体弱多病，竟还敢诬陷我皇姐！少爷，我先去给你煮碗面。桑桑，你过来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坐下。什么事儿？咱们今天晚上能不能不吃肥肠面或者煎蛋面，或者昨天晚上酸辣面片汤？天气这么热，都应该馊了吧？馊了，我去看看。回来。你能不能看在你少爷今天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就快要死的份上，掏点钱出去吃顿好的呀？我只是个小侍女，难道还想着成天克扣你不成？还不是为了少爷将来娶少奶奶，得给你存些银子。我等会儿就去隔壁古董店寻老板娘要碗泡萝卜，然后再去给你买只鸭子，放在一起炖了，好好补补。这才对嘛！快去，快点啊！哦。三皇子，你可来了。退下吧。不知殿下叫明迟来有何要事？我今日叫你来，是想跟你讨些药。药？我知道你一直掌管昊天道南门的药房，我想给那个讨人厌的小六子一点教训，让他一泻千里，蹲在茅坑里出不来。药可以有，
但不能说是我给的。那是自然。药呢？这种药，明池又怎会时时带在身上？带我去药房取来给殿下。不过，什么？在此之前，殿下需要起个毒誓，我才能把药给你。好，好，好。倘若父王、王姐追问起来，我就说从一家药铺里买的，绝不说出你的名字，否则我不得好死。可以了吧？殿下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啊？啊？你我吃了什么？毒誓算什么呀？这是让殿下不会出卖明池的保障。只要明池一直平安无事，殿下按时来取解药，便不会发作。哎，你到底给我吃了什么啊？师傅，好，珊珊，你自幼潜心书符之道，被世人称为书痴，只是少了些世俗阅历。看来是为师的错，也许有机会，该让你到俗世间历练历练去了。让你家少爷别总上红袖招来，到时候该学坏了。怎么会？你就不怕你家少爷在这儿给你找个少奶奶？我们家肯定是有个少奶奶的。那，你就没想过要做那个少奶奶吗？我怎么能做少奶奶？那，你要嫁给别人？我才不会嫁给别人呢！我肯定是要跟少爷一起过一辈子的。那你就别总让你家少爷来红袖招，又不是我让他来的。唉，傻丫头，我才不傻呢！我家少爷说我只是懒得想事儿。啊，对了，我该回去给少爷做饭了。除了这些，还知道什么？属下还打听到，那个叫宁缺的主仆跟洪秀昭的姑娘们都很熟。洪秀昭的头牌水珠儿喊他弟弟，就连简大家也很照顾他。书院的弟子就是不同啊，还没怎么着呢，就能和洪秀昭的姑娘做朋友喽。他们怎么跟那帮姑娘那么熟的呀？还知道什么呀？属下还打听到，张一起死的时候，那个叫宁缺的恰好也在现场。怎么会这么巧啊？启禀大将军，军部扶书传信。什么事？最近都城有些不太平，
南城又发生了一桩命案，甚至还惊动了羽林军。朝中这些人啊，就是欺负陛下太宽厚。前些日子抄小书这件事情，他们已经吃了大亏，怎么还没学会在陛下面前老实点？这次还真和朝中诸公无关。南城命案死的是一位洞玄境的高手，这个人还曾是军部官员。继续。不知道将军您记不记得，这个人叫严肃清。他曾是军部文书鉴定师，而且据属下所知，他还是一位大剑士。交请。洞玄境界的修行者，死于非命。是的，将军。天启元年那件事，已经有几人了？前御史张仪奇死于意外，前宣威将军避暑陈子贤自杀身亡，再加上严肃清和天启元年那件事有关的，这已经是第3个人了。渔翁撒网捕鱼，总想一网打尽，可是每次捕上来，总有几条漏网之鱼啊。那属下再去调查一下。我是担心，此次连番诛杀是宫里某个贵人想借此生事，从而借此立威。你说的是那位公主啊？她只是一个黄毛丫头。可是这位公主却深得陛下的信任。若是陛下想绕过律法收拾我，大可以在都城就把我的头砍下来，没必要使这种不大气的手段。但是这宫中还有一位贵人。将军息怒。你给我发过毒誓，再也不允许跟我提我跟这个贵人的关系。可是朝中老臣早已人尽皆知，只是一直在等待时机构陷将军和这位贵人。都城这件事，你去查吧。是。出境又称出识，指修行者之意念自气海雪山外放，明悟天地之息的存在。感知指修行者出识天地之息后，还能与之和谐相处，甚至进行一些感觉上的交流接触。这2个最初的境界被统称为虚境。万念俱空，固守本心，有意持心。少爷，你小时候不是跟我说过玩火尿床吗？尿什么床？我在操控天地元气。难道是那颗药丸？我感觉我身体里酝酿了天地元气，三哥，我能操控天地元气了。我爬了10几年，终于能修行了。
好了，少爷，我现在就去给你做饭。不，我现在就去必胜居给你点6两银子的席面。不行，要8两。好。少爷，你下次出门一定记得带上我。一个人在家等你的滋味不好受。我能休息了。我终于能修行了，离报仇的那一天又近了一步。来，恭喜少爷通了气海雪山。我说这个必胜居的外卖真的挺好吃。送的还快，我还没到家呢，饼就到了。你说这么重要的日子得记下来。这么重要的日子，得刻在同样重要的银子上。好，来，接着干。少爷还没刻呢。哦。1个妹妹归我抱，2个妹妹归你抱，3个妹妹归他抱。你又说了。我抱不动了，少爷，都给你抱，给你抱。多谢教习当日让我留在旧书楼，学生感激不尽。天道酬勤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大难不死，再次回到旧书楼，看到这本又爱又恨的书，还会不会被伤害呢？大恩不言谢，你的药丸令我气海雪山，受益无穷。我感觉到原本阻挡我前进的障碍不见了。我在想，可有什么好办法能检验我究竟到了何种程度？站住！来者何人？朝某大老远来到这南晋剑阁，只为跟剑圣柳白一叙。在下柳一清，乃柳白袍弟，久闻春风亭老巢的名号。家兄此刻正在闭关，不见外客，还请离开吧。我会一直等。哎呀，你们别推我呀！哎，轻点，轻点，我还能赢过来呢！哎呀，滚！哎我还能赢过来呢！你想的那个法子，
到底管用不管用？靠天地元气真的能感知到骰子的点数？你到时候可别把所有银子都输了，输急了眼，还把我给赌上。把你押上去，人赌房也不一定收啊。来这种地方，就当检验少爷我的修行成果了，全当劫富济贫了。 朝帮主，我家师尊已经答应与你相见，请随我来。请。请朝帮主自行进去，家师已在里面恭候。 什么人如此大胆，竟敢擅闯我藏剑阁？柳阁主，春风亭老巢前来拜会。曹小树私闯剑阁，拿下！ 藏剑阁乃我剑阁重地，岂能带剑私闯？朝帮主，你还是太过于心急了。这大河剑意的伤，没1年半载是好不了的。你还是回去好好养伤吧。来人，是，将朝帮主送回去。 等等，你们2个去吧，把他交给我。多谢师兄。 太大，真太大，那我可下了。来，好，请下注。压大，快压！请。压大，主任。你怎么不行？我跟你比赛怎么样？来！1、2、3，小。哎呀，还真没什么好了。哎呀，小子养真好。哎，这运气还行啊。是啊。没事，还下。来，接着压。我这边。肯定大，就是把本上了，对吧？兄弟们好的，压大。 注意下注啊！来，我压大，压大，还是大，翻倍往压。下注。大这点，大，这是大的，压对了，压就对了，我没错啊。压，没错，打把我，3倍追上，主赢。 哟，
哎呀，这还怎么样？买定离手。122，小。运气不错嘛。再来，分杯再压，我也跟着你啊！连着都是啊，是吧？到了吗？啊，大，请下注。这把不算是谁开的，对，肯定是下呀。下我，下，大，喷一下，来，跟着我压到，跟我压到，压上。来啊！大，来，我们下一下。哎，大，就压大，是我的就压大啊！对大了，翻倍搂着压啊！没有权势了。哎，来吧，快压呀！压呀！有写本啊！有神啊！是啊。少爷，我们还是压小。那就听你的。怎么又压小了呀？买定离手。不可能开这么多把戏！开！1小。哎呦！那小子从白天赢到了晚上，已经赢了4400两。照你这么说，我连里带外赔了有1万多两。最可恨的是，那小子还是个修行者。你怎么知道？咱们赌坊的骰盅里有软金夹层，上面刻着符文。那小子能把骰盅看破，那至少是入了10境的修行者呀。堂堂一个修行者跑到我赌坊来骗银子，他不怕跌份吗？带点人把他给我绑来，绑到这儿来。是。来，小六子，身体很快好起来了，再吃多几服，就一定完全康复了。慢慢喝。不难喝吧？拜见父王。拜见父王。儿臣听说六弟身体一直未能痊愈，特来探望。玉儿，父王正好有事找你，跟我到御书房去谈谈。是。父王、王姐，我陪着小六子，让他好好吃药。现在是个好的王兄。玉儿，走。好。琥珀，来，给你的新玩具。谢谢三哥来看我。不用谢啊，看看吧。琥珀，还剩这些药，王兄为你把它喝完。
真乖。桑桑，桑桑，一个修行者跑去赌坊捞银子，你是真的不要脸啊！有事好商量，先把我家小事给放了，那些我赢的银子，大不了不要了。你说不要就不要啊？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儿？我说，小老板，今儿你触了我鱼龙帮的眉头，这事儿该怎么办呀？哎，你是常三爷吧？那你是齐四爷吗？咦？熟归熟，事情一码归一码。你说吧，怎么办？都是我的错，都怪我贪心不足蛇吞象。少年爱财，去主堂，去主堂。看你曹二哥的面子上，你就把桑桑放了吧。再说，那晚赤峰亭大战，你我是患难之交。患难之交。枉我一直把你当成是一个英雄，没想到你竟然干出这么龌龊的事儿。我说，小老板啊，对不住了啊！别！多谢少三哥，多谢齐四哥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鱼龙帮的地盘不是只限东城吗？所以我特意挑了一家南城的赌坊。你是猪脑子呀！自从那天晚上开始，都城的江湖还分东南西北吗？不都是我们鱼龙帮说了算吗？是我有眼无珠。哎，严重了，你是瞎。行了，好了，这赌场都是你自己的，你愿意自己赢自己，你觉得好玩，自己玩去啊！你说什么？谁的？你的呀。我的。勾心赌坊，房契、地契经官府认定，写的都是你宁缺的大名，还有这5000两银子都是你的呀。宁缺，